前在网络上看到一个方法，就是怎样不会痒，就是用一个筷子。啊，最后结局大家还是戴手套吧。戴手套。哇，好好吃。好好吃啊！如果用这个料去做豆腐的话，感觉会很赞。可以。我底下那个酱真的搅崩，真的是。好，来野菜多多，我是 Ruby， 我是小叶。今天呢，我们来做的是梅干扣芋头。那现在呢是台中大甲芋头的产季，所以呢我们就来做这道梅干扣芋头，而且它做法真的很简单，它真的是一道很下饭，然后又可以带便当的一道料理。那我们的频道宗旨啊是分享好吃美味的素食料理，让更多人知道不吃肉也可以有很多美味的选择，而且同时啊也是最有效解决环境变迁的方法哦。那支持我们的朋友啊，除了能够加入频道会员获得电子档食谱以外啊，也可以支持我们野鹿食悦的产品，让我们可以持续拍摄影片分享给大家。那购买资讯呢，我们会放在下面的置顶留言，可以去点来参考看看喽。那我们就继续料理吧。今天要准备的食材有芋头、梅干菜、茶树菇、嫩姜跟干辣椒。那我们就开始喽。首先呢，我们先把梅干菜还有茶树菇，也是称为柳松菇，这个菇把它洗干净。然后梅干菜的部分呢，我洗干净之后也泡水大概30分钟。所以你买的时候要问一下老板说他大概泡多久，因为有的可能冲一下就好，然后有的可能要稍微泡一下。那我买的时候，那个老板娘是跟我说要泡水，所以刚刚已经有泡水而且洗干净了，不然它会有很多沙土。都清洗好之后啊，我们把梅干菜切成小段状。然后柳松菇呢，我们把它去完蒂头，对半切。嫩姜呢，我们把它切成丝状。再来呢，我们把芋头去皮，把它切成片状。然后之前在网络上看到一个方法，就是怎样不会痒。除了戴手套以外呢，就是用一个筷子，然后把它插进去之后呢，你就可以拿着这样削，你就不会碰到。所以我现在来试试看。哦，很好插，对，比我想象中软呢。哎，下不去了。哦，有进去了。好，就是这样。然后变成这样之后呢，就可以削了。好，我削完了。然后下面遇到一个问题，就是我要把它拔出来。但我还是会摸到，但是已经减少你在削的时候接触的时间了啦。不然你用夹子还是可以把它处理出来。夹子我怕不好夹。我说的是这样，你看，乖，这样，这样，对啊，把它抵出来。对啊，按这样。哎，它等下全部飞出去会变。哦，有道理，变炮弹。对啊。好，最后结局大家还是戴手套吧。戴手套。戴手套。我们先把它拿出来。要转，可以，不要一开始不要敲，一开始，这女生没办法。我们把它拔出来了，然后现在我还是用手切吧，所以如果你怕痒的话，就是戴手套。然后我们现在就把它对半之后呢，然后把它切成片状。这样差不多有1公分哦，应该超过。料都备好之后啊，我们就准备一个平底锅，要来煎我们的芋头，把它煎到两面金黄。煎香。对，煎香。现在都已经煎到两面金黄之后啊，我们就准备盛盘的盘子，直接把它摆进去，漂亮的摆进去。现在摆盘好之后啊，我们就原锅一样有这些油，然后呢，把老姜还有茶树菇、干辣椒先下去把它煸香。干辣椒的话，如果你不敢吃辣的话，可以不要加辣。现在炒到都已经焦黄了之后啊，我们就把梅干菜下去一起炒香。然后我们现在炒香之后啊，我们就来加一点调味料，放入酱油、酱油膏、糖、五香粉、胡椒粉，然后一点香油。然后炒香之后，我们就倒入一点水，让它熬煮个3分钟左右。
要盖锅盖吗？不用。现在熬煮3分钟之后啊，我们就关火，然后把它淋上刚刚的芋头，铺在上面。都放好之后啊，我们就准备一个电锅，用外锅1杯水来蒸煮。电锅跳起来之后啊，就可以取出享用喽。哇！开喽！吃了。哇，好好吃。好好吃哦。它有些地方比较 Q， 有些地方比较绵。哇，那梅干菜那个酱汁搭着饭一起，真的好好。哇，茶醋菇有它的特别的味道，跟梅干菜融合在一起，我觉得很搭配。它增添了一个浓郁度。不敢吃辣的真的就可以不用加干辣椒，因为梅干菜味道本来就已经很够了。但我觉得敢吃辣的人真的可以带一点辣去提那个味道。如果用这个料去佐豆腐的话，感觉会很赞。也可以。那底下那个酱汁拿来浇崩，真的是好吃，成功。好，那想要看到更多好吃的素食料理，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，还有开启小铃铛哦。